2024A 之后会不会有 B 跟 C？ 一定有。蒋英他们作战的思维是战术速决、战略持久。他演给美国、日本看，我们台湾的军方看。我不需要做战备集运，我立刻就过来。海警编队完全紧贴着马祖的东引岛3海里线在走了。乌丘这边更夸张，它2.8海里了。我觉得海警船就代表这是我的海域了，你敢不敢开火？如果开火就表示开战，后续状况绝对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新的12时呢，有光链球加2侧短翼的组合，它可以对我们实施主角作战。那更有威胁性的，我看可能是军用机械狗。它会演练给你看，但不会到台湾来。到台湾来的话，我们就 game over 了。我们公告的军演区域竟然跟共军讲的不一样，共军所公布的是红色的，国军所公布的是绿色，可以说是国内的一个内宣作战。澎湖在演练镇江操演，3月份已经演练过一次，前天又开始演练。但很明显，是不是因应这个演习？两岸太久没打仗，望战必毁，所以搞了半天不是共军对我们温水煮青蛙，而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在对台湾老百姓温水煮青蛙。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一修。我们今天来讲专家讲坛啊。最近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利剑2024A 军演呢，在台湾形成一个巨大的同温层的温差。比如说最近包围立法院的青鸟行动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叫青鸟仔啊，他们似乎不认为军演很严重，他们认为立法院非常严重啊。但也有另外一群呢，可能专家学者看到了目前的状况，包含我不敢自称专家，但我呢是个很认真的学习者，我觉得非常严重。那这样巨大的温差导致台湾人对于这次的军演的认识，我认为有很大的知识上的断层跟错落，而且讨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回归到它的事实面来讨论。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讨论这个联合利剑2024A， 而且这个 A 非常巧妙，因为大家还记得2023年其实也有一次联合利剑。当时是针对呢蔡英文去见了麦考当时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所谓的蔡麦会的一个回应可是这一次我发现都没有人提到，大家只提到2022年的围台军演，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而且这个 A 会不会有后续呢？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解放军的军武有快速在推进，比如说刚刚正式亮相的1020它的这个功能据说非常的强大。还有更重要的，机器狗也登场，而且呢，已经可以做实战演练跟操演了。这样的一个情势，台湾人到底认知了多少呢？最后对岸的知名的军事博主彭程杰森呢，他点名了台湾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沙滩，那会不会是联合利剑 B 未来演练的方向，或是真的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会从这些沙滩上来呢？到底两岸怎么走？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实战问题呢，我们一定要问谁？我们来问李正杰将军，将军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军武的开场，但有一个事情我们刚刚见漏了，就是我们所公告的军演区域竟然还跟共军讲的不一样。而且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中央社，也是台湾的官媒所公告的军演的区域当然，它是根据共军联合利剑所画出来的。那很明显的是，实线是我们的临海基线，虚线是我们的临街区结果呢，我发现它都画在临街区外面。但是美国的智库说 ：“Oh no， 你这个有问题，你这画错了。”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中共跟国军军演落差。中共的这个军演呢，它所公布的是红色的，那国军所公布的是绿色。其实 CNA 就中央社这里公布的红色，就是国军公布的绿色这样大家就理解。我发现它是直接切进去了临街区，甚至进入到临海基线里面，比如说左上角这一块所以让人有一点惊讶。那这个是美国智库所发现的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台湾还长期派驻代表在里面做军演军推包括大家知道林非凡都去过那边那两岸公告资讯落差很大那我们的记者会所公布的大小位置都跟共军所公布的 C 图有巨大的差异。那对此的专家看法不一，有人说是国军图资过于老旧，跟不上时代。那我觉得这个严重那也有人说共军不公告超演区各自表述空间，避免局面过度紧张。那看起来这两个解释都很奇怪那到底这个联合利剑如果去套图发现呢？很大的不一样，尤其是对我临海临家区，甚至进到了临海基线里面。另外呢，国防部当时就指出说那共机舰向24海里靠近那我们有兵力去应对所以也画出个接演区当时国军的说法是，其实他们是有偏移的啦将军，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到这个？还记得吗？上空非领空，因为我们很讨厌被认知作战。那当年呢，这个还是这个
基进党立委的陈柏伟也曾经说过啊，那共机越中线就是来投诚，那问题有投诚吗？没，到现在投没有半台啊，上空非领空，结果后来还是被日本的防卫省统合幕僚揭破了这个事实。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很怀疑国军的资讯，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怀疑国军，我绝对支持国军，但是这个问题很头痛。我觉得可以说是国内的一个内宣作战，故意把这两个图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今天这个2022年那时候斐洛西来台，他要飞弹要射击来讲的话，他公告了射击区，对不对？好，那你飞弹一定要打到那个区域里面，你偏离那个区域，你就对其他过往国际的船只来讲会造成危害，所以你一定要在那个区域。如果说他这个公告演区在这边有做实弹射击来讲的话，你就一定要在你公告的区域来做射击。但这次我们没有看到实弹射击，是对不对？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国军跟这个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我们解释的演习的定义会不一样。大陆的解释定义，我以这块来讲的话，大陆说这块我都要在这个地方演习，但是实际上面我没有到那么大一个范围，我只有所有军舰只飞行到这个区块，那我们国军就逮到这个机会了，赶快说，哎，你看他这个公告区域错了，他讲那么大，结果他只有在这么小一个地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我要公告演习区，我一定是宁可取其宽嘛，好，不可取其窄。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它有到红色有演习？也可以说，因为我在那边可能是超远其他的科目，所以说，双方来讲定义的什么叫做演练，那不一样。假如说我进来这一段，我就已经把炮一打开来，我就认为我开始在演习了。那我到这个地方来开始无线电通讯啊，干什么的？那叫演，他不可能凭空进来嘛，不可能空降一条军舰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一定是经过红色区域再进来。那你怎么去定义它？我觉得是不是有刻意说是这个让国人说比较安心？你看这个解放军他们公告区域跟他实际上演习区域，他们自己讲的位置都不一样，他们的电脑有误差。我觉得只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们自己国军国防部为了安抚民心，特别用这个区块来表示说，你演习区域跟这个不演习区域，连这个你都搞错了。我觉得有这个意味比较大。其他的你说整个演习来讲的话，对台湾的威胁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威胁都很大嘛。对，威胁都很大。你不管是在哪一块，其实威胁都很大，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政治上应该有它的意义的差别，对不对？政治上，我觉得解放军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它就是很明显的。我这几块区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花莲跟台东这一块哈，然后这个是兰屿跟绿岛嘛哈，它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控制巴士海峡，就是堵住美国航母来讲的话，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对我们实施威胁。然后花莲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花莲有我们的苏澳港，还有我们的空军加山基地。那美军来讲，如果说是要支援台湾运送各项的弹药或者是各类补给品来讲的话，势必从这个花莲港这边进来。那北部这一块来讲的话，很明显，我觉得它实际上面我们的国军公告演练的地方在更北一点，确实是阻挡住北边这边日本或者是美军从这个台湾北部进来支援。那中部这边好就很明显，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高雄左营军港，然后甚至于屏东的空军基地。大家不要认为那个连队不重要，那连队我觉得比战斗机还重要，因为它包括我们的反潜机啊，包括电战机啊，包括运输机都在屏东基地，然后左营军港。那这块来讲的话，大家觉得为什么那么远？因为澎湖在这里，是，所以大家知道这2天发生一件事情，到昨天大家才知道澎湖在演练镇江操演。昨天早上新闻才公布，是啊，事实上3月份已经演练过一次了。然后这个前天又开始演练第2次，这演练是做什么的？镇江操演是年度的战备训练演练，然后这每年都会实施一次。澎湖的，对，澎湖叫镇江嘛，它就是镇江部队，所以叫镇江操演。将军，您不是担任过镇江部队的对，守备旅指挥官，我是，所以我很清楚，那个是每年年度一次，有时候为了扩大规模，大部分都配合汉光演习之后的实兵演练。甚至于有好几次都是邀请总统亲自去主持，是去参观这个演习，那也会广邀记者。但是这次很特别奇怪的是，3月份刚演习完，5月份又做第2次，那很明显是不是因应这个演习？你看看哦，这个5月24号才刚结束，然后澎湖部队来讲，5月29号就立刻实施镇江操演，所以我觉得反而来讲，这时候要提高警觉，对澎湖这边的部队来讲，那东引跟乌丘是孤岛。
那这次来讲的话，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梅家树啊，参谋总长特别去高登跟亮岛。其实高登跟亮岛也是在马祖这个地方，它的那种形态有一点像是金门的大胆、二胆啊，或者是说东定啊这些，只有驻军在岛上。那如果说是发生夺岛争夺演练来讲的话，真的是发生军武攻击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支援的。他必须岛上官兵同岛一命，只有2条路走。第一条就战死在岛上，第2条就是投降。那你看东引在这边，对不对？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巴里啊、淡水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防空飞弹部署的阵地。那这2个阵地在一起就是互相来讲的话，如果以射程200公里来讲的话，可以互相支援得到。那你一旦东引被夺掉以后，你大概就像是牛的2只脚被切掉1只脚以后，你剩下这只脚其实就变成北部来讲。然后就是一个真空的区块，所以它每一块区块演习都有它军事战术上面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我的理解啦，确实蛮有威胁性的，而且针对性很强。之前我们不是也聊过嘛，攻台必先攻澎嘛，所以看到国军开始在国防部这边做出了应对，很明显确实是感受到压力。那其实更明显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图会觉得压力还好，但我们看到红色这个图，我们会觉得压力很明显也更近了，因为共军确实把它 push 得很前面，尽管刚才江有说这可能是各取所需啦，但实质上对岸我认为啦，他们向来公布的可能都比做的还在少一点，这个是共军向来的传统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上这种资讯落差，我认为不是国军的错，应该是来自更高层的做法。我不要说错，我说做法。那将军就你一个军人来讲哦，军人就是听命行事嘛。这个政治上的操作我也不想过多评断，可是。老百姓应不应该知道的更详细？还是因为了避免民情紧张，继续让股市在2万点以上，所以我们继续的维持一个看起来没那么危急的态势？其实我觉得这次演习来讲，他演给几个人看，第一个美国看，第二个日本看，第二个我们台湾的军方看，他不是演给老百姓看。如果说真的要演给老百姓看的话，他就比照斐洛西那次这个来台的军演一样，他射几颗导弹或射几颗飞弹，甚至于说这次来讲的话，他把乌丘拿下来或者怎么样，对他来讲易如反掌。那我们可以说来不及反应，所以这次来讲纯粹就是演给军人看的一个演练。那老百姓来讲，他是分别来处理。我做这种说明，你特别要看到就是国台办他们的发言来讲的话，特别强调一句话，他们针对台独。就是针对演给台独看，台独是谁？就是台湾现在的执政党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大陆那边他们这种操作上面也必须非常精致细腻，以免造成台湾更大的这种民众来讲，对大陆来有更大的反感。我们都经常讲一句话，说这个对台湾每次来讲的话，共产党往往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员。那台湾每次一选举，解放军那边只要一有所动作，台湾这边马上票就投给民进党。那所以这次来讲，我觉得整个大陆来讲，他这个轻重拿捏的要刚好，对不对？他不希望造成民众太多的恐慌，可是又要让你的执政政党来讲知道说我随时对你有威胁。那你看看这次美国或日本有没有任何反应动作？我觉得美国来讲。也都没有任何透过智库说你对他资讯落差太大，这要打嘴炮了。我们很怀疑说美国自己有没有漏掉这次情报，是故意不来，还是说他也漏了这次这个劳共军演的情报？那他是不是也是跟民进党政府示意说，该还是要把资讯给曝光的，要是曝光，因为他等于是不是在点民进党政府不要再掩盖资讯？我觉得这个当然他会尊重我们民进党政府的想法啦。民进党政府，我觉得执政党包括到赖清德他对军事来讲，可以说完全并不了解。他甚至于说当了总统之后，他讲台湾军政跟军令是分开来的。其实台湾在国防2法通过以后，军政军令已经合为一体了。那他之前讲了很多外行话。譬如说义务役担任守备部队，他的守备部队的定义，他认为说是去守桥梁啊、守港口啦，或者守台湾的重要民生设施。其实守备部队是台湾第一线的守备。那可见的说，赖清德对军事来讲是完完全全的陌生跟外行，还亏他当过行政院长，也当过副总统。可见他在选总统之前，对于这国防来讲，他并没有很深入去了解，所以他讲了一大堆外行话。那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他现在你已经
当到了国家领导人，对不对？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很深切去了解，说这个军事上面、国防上面的凶险在什么地方？你要确实是了解，你不能说纯粹凭你的意志、凭你的想象去想象这场战争会怎么打。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于军事是完全外行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时事分析的人来说，我们会很关注说你这个政治跟军事的落差，如果你没有充分让老百姓有知的权利，其实某种程度会让老百姓事实上对我们的军事国防失去信心，对我们的政府失去信心。那这次我认为最严重的，事实上不是在台湾本岛附近的这个，反而是在外岛的部分。将军，这是2024联合利剑所公布的航机图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海警编队，它是直接直插到了像这个东引岛马祖的东引岛，已经进到3海里、3.1海里，完全紧贴着3海里线在走了。那这个乌丘这边更夸张，他直接切了一个2.8海里这个14606编队而且他把很精确的坐标都标定给你，在他这个演练图上面，而且透过所有的媒体，像是这个连香港媒体他们都大肆的播放那在台湾，我必须说讨论真的很有限，而且没有去，我认为不够正视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你要问他说乌丘在哪里，很多人还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乌丘属于哪一个县管？金门县托管，金门的县长要去看乌丘他要从金门坐飞机到高雄，再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再从台中坐渔船才可以到乌丘。所以你想想看，乌丘它就孤悬于海上。那解放军如果说要拿的话，随时可以拿下来。但是大家会觉得很压抑，说就是海警船嘛，又不是军舰，干嘛那么紧张？我觉得海警船代表的意义更大，就代表这是我的海域了，内水管辖。对，等于我是警察去巡逻一样。对，我不是用武力去夺取，我是用警察，就是我的内海的水域。所以这次来讲，大陆来讲，它有海警船跟军舰搭配，那就代表什么？它在执法。什么叫做执法呢？我自己国内的叫执法，我对外的叫军队。海警船它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件的代表含义，就是说它可以对所有你进入台湾的船只来登船临检。那我军舰在后面，我做第二线的掩护，我掩护我海警船对你进入台湾的船只来实施连检。那这条船到底是属于这个你台湾自己的本国籍的船只，还是属于国外准备运货给台湾的？我觉得它这个力度会随之加强。那等于是实质封锁啦，就是实质封锁啊，就是类似胡塞组织，他讲说，你英美的这个军舰，对不对？进入以色列的我就打，对于这个大陆的船只我就不打，类似是这种意思。他把它视作领海。那我们岸上的守军不能开火吗？你敢开火吗？他后面有军舰了。对不对？他后面有军舰啊！你如果说对他海警船打的话，他后面的军舰就打你，他名正言顺，他就在等你开火。对，问题是我们台湾第一级现在是拉到部长那种层级，国防部长如果说是没有立即下决心来讲的话，或者是不清楚当前的状况，你就不晓得该不该开火了，对不对？你敢不敢开火？如果开火就表示开战了，是，那绝对后续状况绝对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那如果我们实质不敢开火，那同样一套的方法再移到了澎湖，那未来移到了小琉球，越来越近的话，那就等于实质封控，而且我都用海警，我是民警，那你又不能开火，然后我们的海警船撞不赢他，我们海警船最大就4000吨级的。对啊，确实是这样。那对岸都是有上万吨级的，还有破冰船。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他们已经把4000吨级开到金门海域。对。这就轻轻松松在那边绕，然后我们派100吨级的说我们驱离了他，就这种内宣吹哨壮胆没意义啊！当然我必须要讲了，海上到最后大家比的是 muscle 嘛，谁的实力强，谁的实力大嘛，对不对？那我们每次也只能说是我们的监控啊或干什么。我们国防部，我特别要讲，其实也很无奈了，家当就这么多。你看这次来讲的话，以前是说共军越中线，这次来讲我们国防部不是说中线了，发明一个新的名词哦。那天记者会。大家还问国防部说，这个现在来讲，大陆的军机到什么地方？他已经到应变区了。然后记者就问什么叫应变区？国防部那个回答就应变区就是应变区，他没有说几海里。那什么叫做应变区？我觉得国防部这个当然玩文字游戏了，就是说是不是过了这块区，这是我们反应的最后极限。如果过了这段区，我们再不反应来讲的话，那就没得反应。那事实上，这个已经是没得反应了。对，没得反应了。青鸟们的说法是，红线永远都会变动，笑的是共军的红线是弹性哦。结果搞了半天，红线变形的不是共军，是我们国防部现在红线在变形，我们的应处在变形。你看这个图，你看他每次都讲距离基隆
对不对？还有39海里，然后距离鹅卵鼻，那为什么不讲说距离澎湖几海里？对啊，这绝对只有20海里。那为什么不说距离台北几海里？而且是规缸每天那这个就是联合利剑 A 之后的一个常态，新常态。还有一点很重要，以这次来讲，我们从加沙战争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现在武器GBU 39是才叫小口径炸弹，它一颗炸弹不大，100多公斤，可是它就是炸弹就是飞机丢下的炸弹。但是它不是导弹，导弹很贵嘛，炸弹很便宜，一颗大概就是7、8万美，但是它装一个小翅膀，对，装一个这个导引系统，可以用卫星来引导这颗炸弹，然后小飞一下，它投掷距离是100公里，也就是它在这个距离就已经可以对你丢炸弹绰绰有余了。是，所以那你更不要说其他的这种导弹、这种武器射程来讲的话，所以我觉得国防部有一点像你这个威胁性到底有多大，你没有跟那些小鸟讲清楚，对不对？你跟那些小鸟讲清楚，你认为它需要转弯吗？它不需要转弯，这边已经就涉及位置了。所以可能搞不好之后打仗连火箭军都不用拉开，就直接飞机进来丢。所以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到它这是展示的武器。好，所以大家就在问嘛，2024A 之后会不会有 B 跟 C？因为一开始 A 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完了，这个就开始，因为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暗示那朱凤莲呢，国台办发言人就说那如果呢继续谋独挑衅，那这就是个很严厉的警告。只要台独一字不止，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一刻不停。讲白了就是继续，而且搞不好也不用 B 跟 C， 他现在就已经在 A 的 continuing， 就是继续的 A。对，那如果是 B， 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更加严厉的阶段。所以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是，那将军就您的军事专业来说，如果真有 B 或 C， 会是采取到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太多的短板了哈。第一个我刚刚有讲了，我觉得 B 跟 C 一定会有，这不用怀疑。今年内一定有，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他们作战的思维就是战术速决，战略持久。那像这次2天，大家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2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又没飞弹，对不对？它就是战术速决这是问题一直在飞啊，对，没有停过啊。那2天叫战术速决，它展示给你看，我用2天45分钟发起攻击。那时候俄乌战争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猜会不会打，对不对？俄罗斯来讲，军队战备集一直在军演或干什么。但你要知道，这次他是演给你看，就是说我不需要做战备集运，我立刻就过来了。所以将军的说的意思，关键是说，当时俄乌之战我们都说不会打，然后普丁一直在边境演习，对，美国说会打，泽连斯基说不会打，那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可能不会打。我看对方，包括我个人都被打脸，但最后突然他趁休息了。又再回来，然后再下一次马上打进去了。我跟你讲，可是他做一个集运的动作，就是把军需物资往前运。对，所以其实最后判断是因为军需物资往前运就很有可能。对，但您现在的意思是说，解放军可能根本连这样的军需物资往前运的工作都不用，因为他早就准备好，随时都是做最充足的准备。对，这次来讲，所以我特别怀疑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得到这相关的情报？我们这次来讲，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真的是措手不及。我从一件事情看得出来，你看我们台湾最后军舰都来不及全部出港了，我们后来很委屈的用一艘海巡艇，对不对？宜兰号去对付它的益阳号，你海巡艇你用水炮去喷舰炮，对啊，那表示说军舰来不及出港啊，那是不是有漏掉这种情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担忧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政府还拿来宣传呢，还拿来宣传说我们是有海巡在监控他们的军舰。不是啊，这个话都是民进党自己在讲的啦。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是敌人打到人家门口了，你说哎，我家有一只狼狗在警戒，把它驱离，对不对？怎么可能嘛？而且你看到我们自己主战的军舰没有几艘出去，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是觉得不容我们老百姓想的这么乐观，说我们就可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解放军很明显是战术上面一个速决的动作，然后战略上面它会持久，就像现在的它一直持续，每天都来，这就叫战略持久，甚至于后续的 B 跟 C 继续加强力道，这就是战略持久。当然会搭配它的经济啊、外交啊等等各种的一个这个全球的一个大战略的一个构想。我觉得这后续来讲的话，它 B 可能就是譬如我刚刚讲的，它开始对你的进出所有的刚开始可能是对我们台湾自己的
这种船只，对不对？检查来做登船检查，我用海警登船检查，那我就检查你有没有带武器，对不对？有没有带什么东西？他已经登船检查过，在金门已经被登船检查过了。是那次金厦水域事件的时候，我们管碧林不是还在那边讲啊，不要理他，我们就继续开我们的。那你示范给我看。后来就完全懵了。对啊，完全懵了。他如果把对金门那种登船检查，他用在对台湾，不管是基隆、台北港或者高雄港，其中一艘我们台湾要出去的船只或要进入港口的船只来做一次这种动作，我们台湾老百姓受不了。所以灰色地带作战有很大一个 range 了，对不对？但是它可以从很基础的到很最高的，甚至于说，它这次来讲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它如果说切断你海底电缆的，这个胡塞组织不是没有做这种动作，是胡塞组织切掉了4条海底电缆。那我们台湾现在如果海底电缆被切断以后，那我们对外联络怎么办？大家讲说，哎，我们可以找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来支援我们。我跟你讲，你如果说是要取代现在的这种对国际上面的通讯，你最起码要120颗卫星以上。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就职演讲，他可能知道，所以赖清德就职演讲他有讲一段，对吧？所以我们要发展卫星。这个事情，蔡英文时代不是搞了一个 TASTA 吗？台湾卫星中心，那个太贵了啦，太贵了。这也是我们台湾弱点了。这个我建议赖清德你这个真的是要知道小敌之坚，大敌之摧也。如果说你实力不如别人，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不能一昧的拗下去，我就是坚持走台独路线。你搞到最后，其实美国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实力来帮我们？我们自己都要注意到。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军武会不会登场了？最新的运输型直20啊，可以快速的投送第一波攻击这是中国军网曝光了最新的这个直20通用直升机那还装了这个所谓的光电球的机载光电装置它呢这个直20呢有光电球加2侧短翼的组合，这就是直20这个接下来如果在台海作战会是怎么样去投入？这种飞机可以说就是什么飞机？就是以我们这个美军来讲，就是黑鹰直升机了，是通用型的，也就是说，所谓通用就可以做各种用途。它如果说是带人来讲的话，人员运输机；如果说装上这个反潜武器来讲的话，就可以当反潜直升机，在它的055大区或052D 巡防舰上面来做起降，来做反潜。那当然，如果说它装上武器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做攻击直升机。那我们前面它装了这个光电系统所谓光电系统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阿帕奇也有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它如果这边再装一挺这个机炮，它就是戴着那个头盔眼镜看到哪里，机炮就打到哪里。然后加上短翼来讲的话，带这个地狱火飞弹。那这种直升机可以脆然的对台发起攻击，它甚至于可以从大陆对岸直接飞到我们台湾来实施机降。机降跟空降不一样，跳伞的那叫空降。对，机降来讲，它可以更精准。我要哪一块地方降落下去，这是第一个。我第一线部队马上降落下去，快速运补。对，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我后续来讲持续的可以对这个部队实施运补它可以对我们实施主角作战。什么叫主角作战呢？就是实施登陆来讲的话，它这个飞机如果加挂飞弹来讲，它可以攻击我们的战车。当然不只是这个啦，那掩护这种飞机的就是什么？就是战斗机。是，所以战斗机掩护这种直升机，这种直升机去打地面的反击部队，然后这形成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地空整体作战的目的在这边。是，哇，所以这个直升机的功能看起来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那更有威胁性的，我看可能是对岸的学者已经有提到这一部分了，比如说像对岸这个上海复旦大学的这个两岸的专家沈毅沈毅教授就提到说，我们后面战争搞不好都是无人的，无人先轰击你的重要据点，无人载具先进攻，接下来人才上来，因为他们也要确保他们解放军子弟的安全。所以最近大家就注意到5月27号的时候，中国跟柬埔寨进行所谓金融2024的联合军演正式的公开2款军用机械狗的使用当然这个应该是演练很久了，只是说现在拍给你看15公斤搭配4D 广角镜头感测器，前进后退蹲伏，主动安排路线，它是搭载 AI 它可以自己走那另外一款还有大型的，有50公斤级，可以背负80公斤，可进行攻击任务，所以有扫描的，有攻击的，是看起来是非常的惊人而且你看可以消防救灾可以攻击突击演练，搭配军人冲进去
逐洞的巷战的时候使用那也有这个它的运动能力非常的强你看它可以快速奔跑、跳跃这个是它跳跃的过程。我是觉得如果联合利剑 B 会不会机器人就上场了？很有可能。不是，他会演练给你看，但不会到台湾来。到台湾来的话，我们就 game over 了。我特别讲为什么这么严重，知道？他这次中检金融2024演习的时候，他展现出来，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代表说他已经是他制式装备了。是，就像我们步兵拿着步枪出来，这是我制式装备，我不是来作秀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步枪。这跟台湾的编制的部队。第二个来讲的话，它这个装备来讲的话，为什么叫机器狗呢？它特殊一点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不用履带？因为它可以越过很多复杂地形，尤其是什么时候最好用呢？讲明了就是反恐作战，是第二个城镇战。对，特别我要讲城镇战，美国一直在叫我们做城镇战，但你知道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他自己亲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美国都没有城镇作战的装备，美国他讲说他布莱雷德步兵战斗车它不适合城镇作战。他自己亲口讲的所以他们要研发城镇作战的装备。这次在俄乌战就看很清楚这个布莱德利战车根本就被打假的那第三个我特别要讲的美国有没有这种机器狗？有，它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它跟中国买的。但是现在我们台湾媒体说是中国可能跟美国学的，这东西我们不敢讲啦。但是中国是说美国那次展示出来的是跟中国买的，但是可以有一件事情确定的就是美国没有做出来。从哪一句话可以证明说美国没有做出来？当中国展示这种狗的时候，美国讲一句话：好，你们中国不道德，这个结合 AI， 这违反人类的道德。他讲违反道德，就代表他没有。对，如果他有的话，他不会用这种话讲自己。你美国用 AI 的东西才多嘞，你那个我们上次看到你空军部长不是加一架 F-16，说什么号称 AI 的战斗机吗？对不对？你自己不是用 AI，那你今天你干嘛去讲中国用这种狗 AI 违反道德？那你为什么不讲你自己？而且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个点，人家已经编配到基层部队，都可以出海跟柬埔寨军人连线一起来联合操演了，就表示他制式装备。对，但我将军您是陆军，我也是陆军，我机械化步兵我很清楚我们的战争是完全靠人的人血在对，而且我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不要说高科技，就连最基本的通讯技术的设备都非常的弱我这还可以再讲一个，只是说这种机器狗，你知道有多可怕，对吧？造价多少？台湾会不会觉得很贵？我跟你讲，这是侦察型的，对，侦察型1万块人民币，这可以当玩具了这是战斗型的，就是你讲的比较重，上面带机枪的，3万块人民币，太扯了吧？因为大陆来讲，它有充分的供应链，然后这个机器狗还有一个它可以用无人机空降。对，因为它不重。那我问你，你试想一个场面如果说他做1万架的无人机，带1万架这种机器狗到台北市，你要打城镇战，我就用1万只这种机器狗。那怎么打？那绝对抵过1万个士兵。对，你怎么打？怎么打？对不对？那你看他总共花多少钱？他花不了10亿人民币。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器狗，解放军一旦列装之后，我想我们台湾来讲的话，真的是要考虑说你城镇战有没有机会？其实已经列装了，已经列装了，对，这是大问题再来呢这个上一次的联合利剑2023其实就已经出动了非常多的各式军武，这是网络上有军事的博主他们去做统计的。我只能说2023就2024的雏形了嘛。对，那这一次是很明确的告诉我在哪里。那接下来2023再持续往前推进，那2024B。所以其实很明确的是一步一步在限缩嘛。那这个限缩最终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如果真的要登岸的时候呢？这就是我说这个彭城杰森他是在对岸人气非常高的一个军事的他们称为 UP 嘛，他标注了12个所谓红色海滩我看他最近讨论的一个就是新北林口宝斗厝海滩那将军你怎么看呢？海湖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滩，巴黎也是宜兰丽泽碱，但甲南不是。所以红色海滩定义是什么？就是坡度沙滩的那个坡度到海里面那个坡度，概率是30度。为什么是30度呢？就是两栖登陆舰，不是艇是两栖登陆舰它那个大船就是我们讲的 LST 那种大船，它可以直接开到岸边，那个板子放下来，战车直接开下来。那甲南海滩大家去看一下它这是我们台湾观光区啦。
我们台湾叫做高美湿地。高美湿地这里，你看它退潮的时候多远？退潮2-3公里远，这个水深大概只有1公尺，所以它船没有办法直接开抵海边。这个是比较涨潮时候拍到的空照嘛？那这个就是这个高美湿地那个步道嘛？那我们知道退潮的时候，其实这边都是都是沙岸嘛。对，那你那个船吃水深，就算是1公尺好了，就算是1公尺的2栖登陆小艇好了，你吃水都是最起码1公尺，你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你在水里面走1-2公里远，你怎么登陆？所以这个海滩，大概是风景区了，绝对不是红色海滩。那这个确实是红色海滩。我们来讲，它不管讲宝斗处，那有时候会叫海湖，对不对哈？所以这整个是一片的，对，整个是一片的。OK， 我们来看一下西部哦。好，这个是海湖，桃园海湖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大鼓山，然后这边是林口台地。对，然后林口台地上面有非常舒适的这种高尔夫球场，适合伞兵空降。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敌人在这边一登陆之后，这个是台北港。对。这边还有一个港口，这边你看这个码头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个是林口火力发电厂的运船，它可以停大船哦。那如果说这边一个主登陆在这个旅登陆上来以后，立刻夺取桃园机场跟这个空军机场，然后后续来讲运20就可以下来了。然后在这边这个大小鼓山上来这边配合这边空降作战，那我问你，你要先空降还是先打登陆部队？你2选1。那也有可能先被远火洗地啦，所以我们的防空可能失去了战力，那是必然的啦。对吧？一开始，但是重点是说，你反击部队要从哪里反击？那我们反击部队会不会在失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必须在这边，就是前2天我们看到赖清德，对不对？他不是到66旅到龟山在这个地方嘛，他去试导陆战66旅，所以平常这边就摆66旅在这边。所以其实政府事实上是知道，如果两岸开战的话，当然知道，空中的战力都没有，你必须占据制高点，就像现在俄乌在打仗一样，乌克兰只能依托3次而守。这全部都台北市在这个地方都是在林口台地的所有射程里面。所以那另外如果说是再远一点，淡水这边淡水河如果配合它的这种气垫船的话，它从对岸就直接冲进来了。所以为什么说是关渡在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一直讲淡水河防，就它从这边冲进来就到大直了。所以其实整个状况比我们想象还要严重太多。真的是这场战争大概就已经宣布告一段落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机场，松山机场在这边，到时候就我们是民进党的高官就从这里坐飞机跑掉了。其实这些讨论应该都是蛮踏实的。是。那事实上，就有些观众朋友回应就是什么，就说哇，我们也变沙盘了。因为他平常做的沙盘是俄乌之战嘛，是以巴之战嘛，突然之间变台海之战，我觉得战争真的前所未有离我们很近啊。那可是因为新的总统上台，他的政策就是这样，那有没有办法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些沙滩给列给大家？我就跟大家讲，讨论作战不从实去讨论都是瞎扯。反正未来随着对岸的网友跟这彭仁杰是他们的讨论，我们逐步的来做一些回应，让将军好好的讨论。我觉得我们讨论战争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了解战争到底有多真实。两岸太久没打仗了，那尤其国军太久没打仗，也至于说台湾人其实已经忘记战争是什么。那这忘记战争是什么？忘战必危嘛。对，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嘛。为什么我要去揭露这些国防部的我不要说虚假资讯，但是有资讯落差。这一段并不是要去动摇军心，或者是动摇政府的威信。可是我认为政府跟政治人物有责任要负起你的照顾老百姓的责任，而不是轻易的让台湾陷入战火的危机之中，但是深深不可知，最后出现了一种认知的错落。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扮演角色是让我们台湾老百姓知道说，我们实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对岸实力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台湾要做什么选择，对不对？好，由老百姓来做选择。是。那民主国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资讯要透明化，是，对不对？好，不管是我们要抵抗，大家全民要抵抗，对，我们要独立。那我们台湾有多少的家当？我们有多少本事？我们有没有？如果说真的发生战争，那我们台湾承受起、承受不起它这种损失、这种伤害，那让台湾老百姓能够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说，我愿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判，我的这种想法。
我的这个知道的事情让大家知道，让台湾民众自己去了解一下。如果这场战争真的爆发来讲的话，那纯粹就战斗战术的这种层级来讲的话，我们到底胜算有多少？然后大家来做一个选择嘛。OK， 好，那我最后用这个美国众院的外委会主席的话做一个结语，刚刚好吧？好，有些中国红线是不能跨越，否则会导致战争。Michael McCaul 我们都知道啊，挺台连线的美国国会议员嘛，哈，他代表的是美国的众议长 Mike Johnson 哦，来到台湾来拜访赖清德，但是他讲的非常的 real， 他说，尽管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可尽可能的提供台湾国防项目，也可以与台湾合作提供训练，但也强调有些中国红线不能跨越，否则会导致一场惨烈的战争。美方也必须在外交上非常小心，不去抵触这些红线。而且他进一步表示，两岸的战争如果未来来到临界点，台湾没有挑衅行为，那美国国会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他所做的外委会有宣战的权利啊，所以他在这外委会是专管这个的哦。但是，好，那首要的还是要竭尽所能的避免战争，确保足够的威慑来阻止战争发生。当然，威慑到底是用台湾的军事压垮中国的军事，还是用美国的军事加台湾军事加日本加韩国，美日韩台非印，好像全球联盟来围堵中国？哎，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们也都知道，都讨论过了嘛。就连北约这样所谓的攻守同盟都没办法齐心来对付俄罗斯人，那你有办法对付中国吗？你有办法开战吗？有核弹的国家你怎么开战啊？所以摆拍很好看啊，他来这个林佳龙接待嘛，但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想全球是一盘棋啦，但是台海的战争就算是全球一盘棋，那如果对方唯快不破的时候，你怎么应处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局势真的相对严峻哦。那在将军的分享下，我想很 real 的、很实质的，从战争的实际的角度出发，让大家了解到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政府不做的，好，我相信我们媒体可以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把资讯更透明、更揭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实际的状况，不要一直创造那种同温层的温差。你死抱在这个立法院外面的青鸟们，他知道这些东西吗？这才是真正的温水煮青蛙嘛。所以搞了半天不是共军对我们温水煮青蛙，很可能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在对台湾老百姓对温水煮青蛙。是。好，这是最可悲的事情啊！哈，人家一系列，我把那文学一摊开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过中线是来投诚，投了几台0。好，然后呢，上空是非领空，那到现在呢，连军事的划定的军演区都不一样，这才是让大家越来越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吧。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2024年之后越来越严峻的课题了。哈，这是两岸啊要面临最巨大的挑战啊！好，那最后呢，今天大家了哈，记得帮我们的30万订阅募集中啊！哈，那麻烦大家呢订阅起来。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现在啊这个完整版呢都在会员的专属里面。好，那我们会有一个会员的完整版，就内容比公播版多非常的多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台币啊，相当于美金3块啊，就可以享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而且呢，加入会员还可以加入会员专属群啊，各种会员专属优惠啊、资讯啊、参加活动啊等等的啊。那另外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还有呢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好，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也给我们增添良场，也欢迎通过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好来给我们加仓加点，做出更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将军，谢谢各位观众，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